一起来看精彩短剧《神级猎户深山狩猎养全家》第2季故事解说。老钱急匆匆赶来，专门找到了猎人林大壮，热情地招呼着林大壮，直言要给他介绍一位大人物。随后，老钱转头面向身旁的张老板，郑重地向对方介绍林大壮，称他是10里8乡最厉害的猎人。张老板上下打量着林大壮，见他身形挺拔，精气神十足，当即开口确认林大壮的身份，言语间满是认可，夸赞老钱给自己推荐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老钱连忙笑着回应，称张老板交代的事情，自己绝对不敢怠慢，尽心尽力办妥。紧接着，张老板主动放低姿态，礼貌地向林大壮问好，坦言自己此次专程前来是遇到了棘手的难事，想要恳请林大壮出手帮忙。林大壮为人坦荡随和，立刻回复张老板不必客气，让对方有任何需求尽管直说。张老板表示自己听闻林大壮本事出众，门路广泛，特意前来求助，希望能让林大壮帮自己解决燃眉之急。林大壮顺势询问张老板需要哪些野味，张老板没有多说，直接拿出一张列满需求的单子递给林大壮，让他先行查看。待林大壮看完单子，张老板连忙询问他是否有难处，能否完成任务。林大壮坦诚告知，这件事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一方面是对方要求的时间太过紧迫，另一方面是单子上的野味数量繁多，很难在短时间内凑齐。张老板深知任务的难度，随即向林大壮许下承诺，只要他能在1周之内凑齐单子上70%以上的野味，酬劳方面绝对好商量。一旁的老钱听到张老板的话，误以为酬劳只有200块，心中暗自吐槽张老板太过黑心。他觉得这些野味个个珍贵，还要冒着深入深山的生命危险去捕猎，200块的酬劳实在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当。就在老钱暗自不平的时候，张老板开口解开了误会，坦言自己说的并非200块，而是2000块的酬劳。这个数额让在场的老钱彻底震惊，他内心无比感慨，自己经营肉铺1整年，除去所有成本开销，纯利润都远远达不到2000块，忍不住感叹林大壮这一次是难得的好机遇。张老板见状，再次向林大壮确认，他之所以开出高价，是为了保住自己国营饭店经理的职位，为了这个位置，哪怕开出3000块的酬劳，他也心甘情愿。林大壮此刻依旧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张老板是否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张老板态度十分诚恳，直言自己从不开玩笑，说话一言九鼎，只要林大壮能按期备齐货物，2000块酬劳分文不少。不仅如此，他还额外许诺，如果林大壮能够猎到熊掌、熊胆这类顶级珍稀野味，还会单独追加丰厚报酬。听到熊掌和熊胆的需求，林大壮心中瞬间有了盘算，他自身就拥有获取这类顶级野味的条件，他清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家境，让一家人彻底翻身。思索清楚利弊之后，林大壮当即郑重答应下来，向张老板保证1周之内必定将单子上所有野味全部备齐，一样都不会短缺。张老板十分欣赏林大壮的爽快果敢，随后不再隐瞒，告知了他此次高价聘请的真正缘由。他透露自己此次亲自下乡，除了收购野味，还有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他是受县大队周强队长的私下委托，前来寻找顶尖猎户，帮忙进入深山除掉一头害人的猛兽。飞峰山深处近期出现了一头食人猛虎，已经接连伤及多条人命。周队长曾派人进山围剿，不仅没能除掉猛虎，反而折损了人手。无奈之下，周队长得知张老板下乡，便委托他寻访真正的神勇猎户，为民除害，替天行道。张老板告诉林大壮，只要能成功除掉这头食人虎，周队长那边还会另有重赏，同时还会为林大壮记上一大功。最后直接询问林大壮是否敢接下这个凶险的任务。面对高额酬劳和为民除害的重任，林大壮没有丝毫退缩，果断答应下来，让张老板代为转告周队长，这单差事他全权接手。那头害人的老虎，他不仅要除掉，虎皮也要一并留下。为了彰显自己的合作诚意，张老板当场决定先预付林大壮200块定金。敲定所有事宜后，林大壮向张老板和老钱告辞，称自己要立刻回去准备进山的相关事宜。张老板挥手送别，静静等候他的好消息，同时心中暗自觉得林大壮这个年轻人胆识过人，十分不简单。林大壮匆匆赶路回乡，路上遇到了村长。村长见他行色匆匆，心急火燎，忍不住开口打趣，询问他这般慌张赶路，是不是身后有狼群追赶。林大壮没有多余寒暄，直接向村长提出请求，想要借用村里的大喇叭。村长十分疑惑，追问他借用大喇叭的用途。林大壮解释，镇上此前委托自己组建村庄护卫队，他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在村里招募队员，正式组建队伍。
村长听闻此事，立刻面露喜色，直言这是造福村子的大好事。随即询问林大壮的招募范围是只招本村村民，还是涵盖周边村落。林大壮思虑周全，决定先从本村村民中挑选，彼此知根知底，相处共事更加稳妥。同时，他说出了自己的招募方案，不直接敲定人选，而是组织一场为期1周的进山打猎实战考核。村里但凡有胆量、有意愿加入护卫队的村民，都可以自愿报名。通过实打实的深山历练，检验每个人的胆量和本事，最后择优录用。村长听完连连称赞，十分认可这个方案，认为实战考核公平公正，完全凭实力说话，没有人能挑出闲话。说罢，村长立刻动身，开启村里的广播喇叭，向全村发布招募通知。广播中清晰告知全体村民，本村的林大壮受镇上委托组建官方护卫队，面向全村公开招募队员，入选者可获得公假正式岗位，拥有稳定薪资待遇，是难得的铁饭碗。同时明确招募条件，年龄18至40周岁，身强力壮的村民均可报名。次日清晨，林大壮将带队进山，开展为期1周的实战考核。考核表现优异者将直接录用，名额有限，有意者尽快到村委会报名。广播通知传遍全村后，村民们纷纷议论开来。有人担忧深山危险重重，熊、狼、野猪等猛兽遍布，进山1周风险极大，并非轻松的差事。不少村民心生退意，原本以为报名就能入选，没想到还要进山冒险实战。很多胆小、没有狩猎经验的村民纷纷打消了报名的念头，坦言自己连兔子都不曾打过，进山无异于自寻死路。也有村民私下嘲讽，觉得林大壮声势浩大的招募，最后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认为报名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不出3天必定会狼狈折返。最终，全村仅有大牛、猴子、大山、二山4名年轻人前来报名。旁人得知后，纷纷调侃这4个年轻人太过莽撞，是不自量力的憨货。村长随后向林大壮告知了招募结果，感慨全村仅有4人报名，也实属正常。毕竟跟着林大壮进山狩猎，是把性命悬在刀尖上的差事，胆小的村民根本不敢尝试。林大壮对此并不在意，直言人手多少不重要，只要队员踏实好用就足够了。随后，林大壮找到妻子秦岚，将自己近日的经历悉数告知。他向秦岚透露，镇上国营饭店的张老板找自己定下了一笔2000块的超大野味订单，说着还拿出了张老板预付的200块定金。秦岚得知消息后无比震惊，不敢相信家中能迎来这般大的机遇，一度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林大壮安抚住激动的妻子，告诉他往后家里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不用太过激动。紧接着，林大壮坦言，这批订单要求多，工期紧，自己这次进山最少要待上1周的时间。他安抚满心担忧的秦岚，告知他自己并非孤身进山，此次会带着4名新招募的队员和3条猎犬一同前往，而且此次进山主要是为了考核新人，不会刻意招惹深山里的顶级猛兽，让他不必过度担心。秦岚依旧满心牵挂，忍不住叮嘱林大壮，钱财终究挣不完，一定要保重自身安全。若是他出了意外，自己和家里的妹妹们便无依无靠啊。林大壮紧紧安抚妻子，郑重承诺自己一定会平安归来。为了整个家，自己也绝对不会冒险逞强。他将到手的定金全部交给秦岚保管，嘱托自己不在家的这段时间，由他全权打理家中大小事务。同时叮嘱妻子，若是有人上门寻衅滋事，欺负家人，不用胆怯，直接去找村长帮忙解决，自己提前会和村长打好招呼。秦岚不愿听不吉利的话，满心期盼着他平安归来。临行前，林大壮安排家里的猎犬，只让名为黑风的猎犬跟随自己进山，留下闪电、奔雷2条猎犬在家看家护院，守护家人的安全。安排妥当后，林大壮告别家人，带着黑风正式出发。4名报名的队员早已整装待发，等候林大壮带队启程。林大壮先是让队员们丢掉身上多余的杂物，统一为每个人配备了一把砍刀和一把小刀作为狩猎装备。队员们拿到精良的刀具，个个满心欢喜，连连向林大壮道谢。林大壮及时提醒众人，刀具只是辅助，最终能否成功留在护卫队，全凭个人本事。所有人都必须严格听从自己的指挥，不得擅自行动。随后，林大壮给每个人分发了肉干口粮，告知这些口粮是所有人1周的食物储备，需要合理节省食用。队员们看着珍贵的口粮，纷纷感慨待遇优厚。林大壮见状宽慰众人，只要踏实跟着自己做事，往后不愁没有肉食，不愁没有出路。一切准备就绪后，林大壮一声令下，带着4名队员和猎犬正式向深山进发。一行人进入深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大群野猪。队员们见状十分兴奋，纷纷询问林大壮是否要出手捕猎。
林大壮当即决定动手，直言进山就是为了狩猎，总不能白白进山喝西北风。有队员贸然提议，众人一拥而上，冲上去捕猎，被林大壮立刻制止。林大壮无奈提醒对方，深山野猪绝非村里家禽那般温顺，贸然冲锋只会白白送命，仅凭对方的体格，根本扛不住野猪王的一次冲撞。紧接着，林大壮向众人传授狩猎技巧，点明猎猪先猎王的核心诀窍。只要成功击杀野猪王，剩余的野猪群就会群龙无首，四散奔逃，不足为惧。队员们看着体型庞大、目测足足400斤的野猪王，心中满是忐忑，纷纷询问林大壮是否有十足把握，担心野猪皮糙肉厚，普通枪弹无法将其击杀。林大壮没有给出绝对的答案，只告知众人唯有一试方知结果，同时立刻下达作战指令。他叮嘱4名队员，待自己开枪之后，无论是否击中野猪王，所有人都必须原地趴稳，不得乱动，违抗命令者严惩不贷。队员们纷纷应声服从，紧盯前方的野猪群，静待指令。林大壮找准时机，果断开枪，子弹精准命中野猪王。可众人随即发现，子弹并没有穿透野猪王的心脏，紧紧卡在了他的肩胛骨位置。野猪王皮糙肉厚，防御力极强，剧痛之下瞬间暴怒，疯了一般朝着众人的方向直冲过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队员们瞬间慌乱，吓得连声惊呼，转身就要逃跑。林大壮厉声呵止众人，命令所有人立刻原地趴下，找准掩体躲藏，谁敢擅自乱跑，自己绝不轻饶。稳住众人情绪后，林大壮快速分配任务，指挥力气最大的大牛用斧子砍倒路边的歪脖子树，阻挡野猪王的冲锋路线，让身手敏捷的猴子爬上高处的巨石，紧盯剩余野猪的逃跑方向，不得遗漏任何一头。安排大山、二山兄弟解开绳索，打好活结，随时等候指令配合行动。猴子居高观察后，立刻向林大壮汇报，剩余的10几头野猪全部朝着东边的林子逃窜。确认情况后，林大壮不顾危险，独自朝着暴怒的野猪王冲了上去，凭借精湛的身手和过人的胆识，近身斩杀了凶悍的野猪王。危机彻底解除，队员们看着倒地的野猪王，纷纷惊叹林大壮的勇猛，直呼他如同下凡的神人，无人能及。林大壮很快平复众人的激动情绪，让大家收起赞叹，立刻着手处理后续事宜，告知众人野猪若是不及时放血，肉质会变腥，无法食用。随后他结合刚刚猴子的汇报，决定先处理掉逃窜的野猪群，再回头搬运野猪王的尸体。为了锻炼新人，培养队员的独立作战能力，林大壮特意询问大山是否还记得自己此前传授的通过踪迹判断野兽去向的技巧。大山当即表示牢记于心。林大壮顺势将带队追击野猪群的任务交给大山，让他带领众人行动，锻炼独立判断、统筹指挥的能力，同时叮嘱他不要让自己失望。大山备受鼓舞，郑重向林大壮保证一定会顺利完成任务。接手指挥权的大山迅速进入状态，冷静分析局势，快速给其余3人分配任务。他让力气最大的大牛绕到左侧高地，准备石块，待时机成熟就朝着猪群投掷，将野猪群往右侧驱赶。让身手灵活的猴子绕到右侧悬崖，同样准备石块封堵，防止野猪四散逃窜。自己则带着2山正面跟进，等待猪群慌乱之时，出手猎杀掉队的野猪。林大壮在一旁静静观察，十分认可大山的表现，欣慰于他不仅学会了狩猎技巧，还能举一反三，合理统筹团队分工。众人严格按照大山的部署行动，配合默契，有条不紊，成功围堵并猎杀了逃窜的野猪。初次独立完成狩猎任务，4名队员满心欢喜，真切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也彻底坚定了跟随林大壮的决心。平复心情后，众人立刻投入后续工作，收拾猎物，整理场地，还期待着回去吃上一顿全猪宴。随后众人齐心协力，将所有野猪猎物统一归集。短短2天时间，一行人就成功猎杀了5头野猪，收获颇丰。村长闻讯赶来，看到堆积如山的野猪猎物，满脸震惊，连连称赞林大壮本事过人，直言这般丰厚的狩猎成果在10里8乡都是前所未有的，夸赞林大壮是村里的福气，注定要带着全村发财致富。跟随前来的村民们也纷纷感慨，跟着林大壮确实能吃上肉，有出路。大山、2山向林大壮汇报，下山休整期间，2人感念村里无保护生活艰难，特意将自己分得的猪肉又分出一半，无偿送给了困难村民。林大壮得知后十分欣慰，直言2人心中有乡亲，懂得感恩，是值得培养的可造之才。随后林大壮提醒众人，目前只是完成了野猪的狩猎，订单中要求的飞龙、鹿肉等野味还没有着落，众人需要继续齐心协力，抓紧打包猎物，制作单价。
务必在天黑之前将所有猎物顺利运下山。同时，林大壮心怀善意，主动提议将多余的猪肉分给村里的乡亲们，不独自独享成果。村长十分赞同林大壮的想法，当即出面统一安排，给所有帮忙搬运猎物的村民每家额外分发10斤猪肉。村民们满心感激，纷纷称赞林大壮有本事、有格局，是林家村的活菩萨，心甘情愿听从他的安排。但也有少数村民心生嫉妒，暗自不爽，默默等着看林大壮后续落败的笑话。之后，村长特意来到林大壮家中看望秦岚，主动告知他进山队伍一切顺利，让他不必牵挂担忧。秦岚连忙热情招待村长，心中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村长不停夸赞秦岚有福气，嫁了一个顶天立地、本事出众的好丈夫，直言林大壮敢闯敢拼，为民出力，是几十年来林家村最出彩的人物，更是整个村子的荣耀。不仅如此，村长还特意叮嘱秦岚，若是家中后续遇到任何困难，缺衣少食，或是有人上门刁难欺负，都可以直接找自己帮忙，自己一定会照看好英雄的家人，不让林大壮在外操劳，家人在家受委屈。秦岚满心温暖，真诚向村长道谢。就在二人交谈之际，村民林二狗突然上门，言语轻浮，态度恶劣，出言调侃打趣，刻意刁难秦岚，还阴阳怪气调侃秦岚独自在家空虚寂寞。这番无理的举动瞬间惹怒了秦岚，他当场厉声斥责林二狗的不当言行。村长也十分气愤，出声呵斥林二狗，警告他谨言慎行，不得放肆。林二狗见状，假意陪笑推脱，随后悻悻然转身离开，内心却依旧心怀不满。